Alright，我们现在在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来测试这个2026的 Proton X70 4 cylinder。lap。150、160、167、170 break。Oh my god！再三休息，2026 Proton S70 来了，现在的最新售价促销价是要从68,800块到89,800块，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那这个自从 Proton X50 从3缸变成4缸 ，Proton X70 从3缸变成4缸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算到下一个会动手的就是 Proton S70。所以一样的，它同样是从3 cylinder 变成是4 cylinder， 所以这个4 cylinder 引擎就像我们之前介绍 X50、X70 的时候有讲到，它更省油、更安静、更有力，0到100加速更快，所以这个也是Proton全面淘汰掉这个3缸，把这个 X90 还没有啦。所以这个 Proton S70 啊，它不只是从3缸换成4缸，它提供了新的配色，新的设计，车头灯 rim。还有前面有这个 front splitter， 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然后车尾那边也有那个好像 ducktail 这样子的东西，它可以在250 km/h 的时候产生800公斤的下压力，不可能啦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更多时候是一种 cosmetic， 一种外观造型，让你去觉得哇车子好像很 sporty 这样子。当然了，为了彰显它的 sporty，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个 S70 到底有多么的澎湃。Proton 这一次也邀请我们来到 Sepang Circuit， 在赛道上面去体验这个 C segment sedan 的加速能力、动力表现、driving dynamic 操控表现等等。所以这台车子的尺寸上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一开始在介绍它的时候会有一点疑惑，因为就轴距上它其实是更接近 B segment sedan， 可是Proton标榜它为 C segment sedan。所以当我们讲到 C segment sedan 的时候呢，就是 Honda Civic、Toyota Corolla、Altis、Mazda 3。这样子的车型，可是就价位跟整个车子的 dimension 上面，它其实更靠近 Honda City、Toyota Vios、Nissan Almera 等等这类型的车子，所以因为它又不完全 B， 它也不完全 C， 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B Plus 或者 C Minus 的选择。当然了，这个 Proton S70 它不完全算是一个新车，所以如果有 S70 的车主，I mean 3 cylinder 的啦，也欢迎留言在底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S70 用车体验如何，after sales 你的保养、售后服务等等。除了我们外观上看得到新的红色啦，这个 body kit 等等啊，它的 flagship 版本。Alright， 我们来看2026 Proton S70 的Interior 做了哪一些的改变？那首先这个荧幕里面呢，现在是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所以你不需要买了之后在 OTA 你都看得到了啦，有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然后再来的话，它的 Headline 呢也变成了黑色，之前应该是浅色的。然后我做的这个版本，它有这个 Sunroof， 不过它不是全景的啦，它就是一小片这样子，而且它是可以打开的。再来它的 Power Window 的这个 Panel 啊，也换了一块新的设计这样子。侧门手把的话就一样，然后因为 Proton S70 啊，它其实一直以来主打的就是它内饰都是 Soft Touch， 你几乎看不到太多的 Hard Plastic。even 这一块都是整个纹路上面都会给你比较 premium 的感觉，然后这个座椅也是非常的 solid 的，你会发现到它的支撑感电动座椅来的，前后 lumbar support 没有，然后排档杆是这样子，然后 pedal shifter 一样也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一个有荧幕在荧幕里面调整冷气，不过它同时有冷气的独立按钮，这边有一小排的按钮，所以我觉得实用性上面是 OK 的。所以今时今日啊，我觉得车子就是挨得这样子，不然就是 X50 那一种一个大荧幕做完所有的东西，把这样子其实也 OK 了，至少它是一个宽屏，不是接电视机，不是那种荧幕里面有一个 USB port 那种啦 ，OK， 所以它算是一个我觉得 OK 啦。如果你讲这个价位来讲，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最便宜的嘛 ，OK， 我们讲68,000那个可能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应该是89,800块起的 version。So Proton 一直以来在这个吉利之后的车型啊，它都会比同价位市场上的对手们更加多的设备，做起来更加 premium， 你会觉得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更加的值得，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可以拿得到更多的料。更满的料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在马来西亚市场消费者有一款这样子的车子，算是提供给消费者多一种选择 ，right？ Okay, rev a bit.
来 rev。所以在我身旁这一台 Proton S70呢，就是黑色 with 红色的 Accent， 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点像 AMG Line 那种感觉，所以 Proton 称它为 Sport Sedan。因为这一次的2026 Proton S70要强调的就是 performance， 因为它的0到100呢，从9点多秒缩短到7.5秒，是一个大跃进、大幅度的升级。因为现在这个 1.5L 4 cylinder turbo 引擎，油耗效率提升了 8.1%， 同样是50 liter 的 fuel tank， 但是呢，现在有181个 PS 跟290 Nm， 然后它的这个整体车子的也更加的安静啦 ，which is 因为它里面用的这个 timing change 就是我们之前在 X50、X70 都有提到的，但不同的是因为X50、X70 是 SUV 车重比较重，所以其实从3缸到4缸，我觉得那个差别有，但是不太明显。可是这个不同，因为它的车重是1290公斤到1330公斤起，所以你要知道1330公斤起的车重配有181个 PS 290 Nm 7-speed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这是一个很大的升级。所以这一次除了我们看得到的引擎不同，还有刚才上述讲的之外，轮胎的选择也不同，因为现在全车系都标配了 GT tires， 之前是 Kumho 或者是 Goodyear tires， 所以这个 GT 是叫 GT Comfort F22 的 tire， 从花纹块可以知道它还是一个不是很 sporty 的轮胎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花了89,900块买到一个有181个 PS 290 Nm 的 Proton S70，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它换一个高性能的轮胎。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喜欢这个黑色 with 红色的边，还是我刚才介绍的那一台红色新的配色，然后我身旁那个颜色就是之前的颜色，现在是 drop 掉了的，所以现在你要买那个颜色没有了。换句话讲，你在路上看到那个颜色它就是3 cylinder 的版本。我觉得 Proton S70它算是间接的取代了 Proton Lira 或 Proton Wajah 这个 segment，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Proton Persona 它其实是 down 了一个 segment 了的，所以现在 Iris Persona 可能大家越来越少看到，也越来越少人提起来，因为这些是吉利前的产物，这些是吉利化之后的一个产物，所以它算是这个吉利跟 Proton 合作之后推出售价最亲民、最容易入手的非 SUV 车型。因为 Proton 过去都一直将重心放在 X50、X70、X90 等等这样子的车型，所以这个 S70其实它的在 Proton 家族上面的讨论度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可能就 backgate 上面还是 SUV 看起来比较大气，可是我相信马来西亚市场消费者对于 Sedan 还是情有独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轿车 Saloon or Sedan 还是有非常大的 demand， 因为你在 Highway 你要跑快，你要高速的 lane change 等等 ，Sedan 还是 Sedan，SUV 不够它来啦。So我们就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2026 Proton S70的这个驾驶表现，还有它整体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子的。当然预知更多详情，你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 link， 我已经把详细的规格、价钱还有一些照片放在下面，你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我就尽量能够 present 多少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子的这个第一手消息这样子。所以在注意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 Oh my god， 这个打压GT Comfort 不是 Sport Tires OK go。 我现在在 Sport Mode but Proton X70它的整个 tuning 是比较 soft。I mean 在面对一般高速公路、山路是 OK 的，可是赛道毕竟是赛道的嘛，你要更低的重心，你要更加能预测的 braking， 还是 brake OK 的 ，but steering 会紧张一点点。corner， 哇，你要跟那个 grip 做朋友OK。但是现在100
哇，我觉得是 OK 的啦。As Now we're approaching turn 9. So after this turn 9, we are going to slow down and to let the engine brakes everything cooling out. Okay, cooling off. Thank you. OK。again， 像我前面讲的 X70啊，你知道不管你买到多少钱的啦，你买到68,800块起的，还是一样给你这个181个 PS 290牛车米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啦。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不能够拿它来跟你知道吗 ？Performance car 比，或者是 Hot Hatch 来比。可是我觉得 in terms of 动力，轮胎你可以换，滑，你看这个车，然后轮胎你可以换 ，suspension 你可以 tune，车身高度你可以调整。我觉得改一改的话，还是蛮有看头的啦。当然，这个7速的 DCT 变速箱，它的反应还是很软啊。很软啊，而且没有 pedal shifter， 有这个 gear knob 啦，你会觉得当然 I'm very appreciate Proton 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在Sepang，你看包下整个场，让我们去 test 这个车子，巴扎。But yeah。你知道吗？我觉得这边更多是试它的 acceleration 加速，冲没有了，它没有 Proton Saga 那种激情澎湃，它没有 Proton Saga 那种热血沸腾，它没有 Proton Saga 那种歇斯底里，它没有 Proton Saga 那一种声嘶力竭。So it's a grown up man， 他是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他很淡定，他很沉着，他很稳定，他很 calm， 他很舒服，然后他很 premium 啦。OK， 你看整个 steering feel， 拜 ，OK， rolling 这样子咯，你整个 track 里面这样子就了，这样子咯，一直这样子咯，你一直在这样咯，你懂吗？他 OK 的 ，OK，Don't get me wrong。It's a very capable car in terms of acceleration, power, 加速，你看有的，而且之前的那个 3 cylinder 的，我觉得那个 torque curve 很奇怪啊，尤其是你上坡的时候，出入口的时候，你一脚来的时候，它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会比较钝到一点点，它的整个曲线会比较 smooth 这样子啦。So yeah， 这个非常简短的 track drive，Proton X70，它已经不是它好不好的问题已经也不是你喜不喜欢它的问题，是在这个价位68,000到89,000，雷摩的感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就把我来讲啦，你看得到的啦。OK，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